与霍征和离那天，大雪封了京城，我跪在冰冷的地面上，双手捧着他扔下的那纸和离书，墨迹未干，字字诛心。这是为你好。他穿着即将出征的玄色铠甲，身姿挺拔如松，看我的眼神却像在看一件无用的旧物。此去北疆，生死难料。若我战死，你便是烈属，终身不得改嫁；若我侥幸得胜归来，封后拜将，你一个商贾之女，也再配不上我，给你自由，是我最后的仁慈。他的声音不大，却像重锤，一锤一锤砸碎了我6年来的所有痴望。我们成婚6年，我陪他从一个无名小卒走到如今被圣上钦点的征北大将军。我用我娘家所有的钱财为他打点人脉，为他置办盔甲，为他招兵买马。如今我的价值耗尽了，在他眼里，我成了他奔赴无上荣耀之前的最后一件累赘。我看着他俊朗却冰冷的脸，忽然就笑了，笑的眼泪都流了出来。我哑着嗓子只说了一个字。我最后看了一眼这金碧辉煌却寒冷如冰的将军府，接过了那张纸。谢将军成全。他似乎没料到我如此平静，眉头微蹙，但很快便舒展开。他急着去奔他的锦绣前程，哪里有时间在意我的情绪。他骑上战马，带着他的亲兵，踏着满地积雪，头也不回地离去。马蹄声消失在长街尽头。我攥着那纸和离书，指甲深深嵌入掌心，却没有感觉到一丝疼痛，心早已经死了。离开将军府，我只带走了我当年的嫁妆单子和一些贴身衣物。霍征说的没错，我是商贾之女。我爹娘在我年幼时便双双过世，只留下我和一个老宅，以及京城里几间不算起眼的铺子。当初为了支持霍征，我几乎变卖了所有家产。如今我一无所有，只剩下京郊外祖家留下的一处破败农庄。离开京城那天，我没有告诉任何人。我坐在颠簸的牛车上，看着繁华的京城在我身后越来越远，心中竟没有一丝留恋。那座城市给了我最美的梦，也给了我最痛的伤。一路向南走了近半个月，我才回到了记忆中那个叫夏溪村的地方。村子比我想象的还要破败，祖宅更是摇摇欲坠，院子里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。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同情和怜悯，他们大概都听说了京城里那个大将军休了他的糟糠妻。我不在乎这些，我只想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活下去。我雇了几个村民帮我修葺房屋，清理院子，钱不够，我就把我头上最后一只金簪也当了。日子清苦却很踏实，我开始学着村妇们的样子，开垦院子里的荒地，种上一些易活的青菜，每天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双手很快就磨出了厚厚的茧子，皮肤也被晒得黝黑，但我很久没有睡得这么安稳了。在这里，没有勾心斗角，没有无尽的等待，更没有那个会用眼神凌迟我的男人。我第一次见到沈墨，是在一个雨天，屋顶漏雨，我手忙脚乱地用盆子接水，结果脚下一滑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扭伤了脚踝。雨水混着泥水，我疼得几乎要掉下泪来，却连一个可以呼救的人都没有。就在我绝望的时候，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，一个高大沉默的男人走了进来。他穿着一身打着补丁的粗布短打，手里还拿着一把刚砍好的柴。你没事吧？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，像是很久没说过话。他就是住在山脚下的那个猎户沈墨，我听村里人说起过他，说他性子孤僻，不爱与人来往，一个人住在最偏僻的木屋里。我看着他，有些狼狈地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。他没再多问，看了一眼漏雨的屋顶，又转身出去。我以为他走了，心里一阵失落，没想到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，手里拿着一大块油布和几个工具。他一言不发地爬上房梁，动作利落地将漏雨的地方用油布盖好，又仔细地检查了其他地方。雨水终于不再滴落，他从房梁上跳下来，走到我身边，蹲下身看了看我红肿的脚踝。你有到了。他用的是陈述句，语气平淡，然后他不由分说将我打横抱了起来，放在了唯一一张还算干爽的床上。我轻呼一声，下意识地推他，他的胸膛很硬，像块石头。别动。他只说了2个字，然后拿了一罐药膏过来。他将草药敷在我的脚踝上，动作轻柔的与他粗犷的外表完全不符。谢谢你。他没看我，只是嗯了一声，收拾好东西，转身就准备离开。等等，我叫住他，这些柴多少钱？不用。说完，他便拉开门走进了雨幕里。从那天起，沈墨就成了我生活里的一个意外。他会隔三差五地送来一些他打到的野味，或者一些刚从地里摘的瓜果，每次都只是默默地放在门口，然后转身就走。我过意不去，便会做些赤事，比如烙几张饼，或者包几个菜团子给他送去。他住在山脚下的一间小木屋里，屋子很简陋，但收拾得干干净净。院子里种着菜，还养了几只鸡。日子久了，我们之间的话也渐渐多了起来。我知道了他也是外来户，年幼时家乡遭了灾，一路逃难到这里，
靠着一把子力气活了下来。他话不多，但人很踏实。村里的地痞看我一个寡妇独居，上门骚扰，是他提着一把柴刀，一言不发地站在我家门口，硬生生把那几个人吓跑了。我家的水缸空了，第二天一早必然会是满的。我种的菜长了虫，他会默不作声地帮我全部捉干净。村里的三姑六婆开始在我耳边嚼舌根。阿离呀，你看那沈墨对你可真上心，你们俩一个阴夫一个寡妇，凑合凑合不也挺好？是啊，一个女人家总得有个依靠。依靠，我曾经以为霍征就是我的天，我的依靠。结果呢，天塌下来的时候是他亲手推的。我怕了，我宁愿一个人辛辛苦苦，也不想再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另一个人手上。我开始有意无意地躲着沈墨，他送东西来，我便把钱或者等价的东西放在门口，不与他见面。在村里碰见，我也只是远远地点点头，然后匆匆走开。他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疏远，来的次数渐渐少了。我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，有点失落，又有点庆幸。直到那天我病了，也不知道是着了凉还是水土不服，我上吐下泻，浑身发冷，烧得迷迷糊糊。我躺在床上，感觉自己可能就要这么死在这个无人知晓的角落里了。意识模糊间，我好像又回到了将军府。霍征站在我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你这种女人，离了我根本活不下去。不，我能活下去，我一定要活下去。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，想去倒口水喝，却一头栽倒在地。再次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躺在沈墨家的床上，屋子里烧着温暖的炭火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草药味。你醒了？沈墨的声音从旁边传来。我转过头，看到他坐在床边的凳子上，手里正在削一个木头人，神情专注。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我的声音沙哑的厉害。你发烧了，王大婶去找我，我便把你背过来了。他放下手里的小刀和木头，给我倒了杯温水。郎中来看过了，说你体虚，又受了寒，要好好静养。我喝了水，感觉喉咙舒服了很多。谢谢你，又给你添麻烦了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开口，声音有些低沉。阿离，你是不是怕我？我一愣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他抬起头，黑色的眸子静静地看着我，那眼神里有我看不懂的情绪。阿离，跟我过吧。我彻底怔住了，以为自己烧糊涂了，听错了。他却很认真，一字一句地重复道：跟我过吧，我有一把子力气，能打猎，会种地，饿不着你。我不会说什么花言巧语，但我保证，只要我有一口饭吃，就绝不会让你喝粥。他的话朴实的不能再朴实，没有海誓山盟，没有荣华富贵，只有一口饭一碗粥。可就是这样简单的话，却让我瞬间红了眼眶。在将军府的那6年，我锦衣玉食，却常常一个人对着一桌冷饭，从天亮等到天黑。霍征总是很忙，忙着练兵，忙着应酬，忙着他那些远大的抱负。我想要的从来都不是那些，我想要的不过是晨起有粥，晚归有灯，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。我看着眼前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，他或许给不了我全世界，但他愿意把他世界的全部都给我。我哭了，把这些年所有的委屈和心酸都哭了出来。他有些手足无措，笨拙地伸出手，想拍拍我的背，却又停在半空中。我哭够了，擦干眼泪，看着他，郑重地点了点头。我和沈墨的婚事办得极其简单，没有3书6礼，没有凤冠霞帔，只是请了村长和几个德高望重的长辈，吃了顿便饭，就算礼成了。那天我第一次见沈墨笑，他本就生得高大，五官轮廓分明，不笑的时候看着有些凶，笑起来却有种憨厚的温暖。他拉着我的手，对众人说：以后阿离就是我沈墨的媳妇儿了。我低着头，脸颊发烫，心里却前所未有的安宁。婚后的日子平淡如水，却也甘之如饴。我们在院子里种满了各种蔬菜，养了一群鸡鸭，还开垦了屋后的一片荒地，种上了稻谷。每天天不亮我们就起床，他去田里劳作，我便在家做饭。他会记得我喜欢吃鱼，便时常去河里给我捞几条回来。我会记得他干活费鞋，便一针一线地为他纳鞋底。我们很少说话，但一个眼神一个动作，彼此都能明白对方的心意。春天我们一起播种，看新芽破土。夏天我们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乘凉，他给我讲山里的趣事。秋天我们一起收割金黄的稻谷，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冬天我们围在炉火边，他为我雕刻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，我为他缝补浆洗。我常常会想，这样的日子真好，好到让我几乎快要忘记了那个叫霍征的男人，以及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。我以为我的人生会这样平淡幸福地继续下去，直到那一天，一队人马的到来，
打破了村子里的宁静，也打破了我用尽全力才构建起来的安稳的生活。那天我正在田里收菜，准备拿到镇上去卖。沈墨扛着锄头在我身边，我们有说有笑，阳光照在他古铜色的皮肤上，汗珠闪闪发光。我看着他，心里觉得特别踏实。突然，村口传来一阵喧哗，紧接着一队身披精良铠甲的骑兵簇拥着一辆华丽至极的马车，浩浩荡荡地驶进了我们这个穷乡僻壤。为首的那匹高头大马上坐着一个我毕生都无法忘记的身影，玄甲金盔，威风凛凛，是霍征。他比1年前离开时更加挺拔，也更加陌生了。那张曾经让我魂牵梦萦的脸上，此刻写满了属于上位者的傲慢与威严。他得胜归来了，而且看这阵仗，他必然是加官进爵，封侯拜相了。我的心在那一刻猛地沉了下去。我站在田埂上，手里还抓着一把沾着泥土的青菜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沈墨察觉到了我的异样，放下锄头走过来，将我护在身后。阿丽，怎么了？我摇摇头，说不出话来。霍征的目光像鹰隼一样精准地定格在了我的身上。当他看到我身边站着一个高大健壮的农夫时，他的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起来。他翻身下马，迈着沉稳的步子朝我走来。沈墨紧紧地把我护在身后，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。霍征站在我面前，居高临下地审视着我。阿丽，别闹了，跟我回去。他的声音冷硬，带着不容置喙的命令口吻，仿佛我们之间从未有过那张和离书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我们已经和离了，婚书为证，天下皆知。他嗤笑一声，语气里满是不屑。一张废纸而已，当初写下它是怕我战死沙场连累你，如今我封侯归来，自然要接你回去。侯爵夫人的位置我给你留着。我看着他，忽然觉得有些可笑。将军说笑了，我已经嫁人了。什么？霍征的脸色终于变了，他的目光猛地转向我身旁的沈墨，带着审视和敌意。就他一个乡野村夫。他的语气里充满了鄙夷。沈墨沉默地与他对视，他什么都没说，但那坚定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。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：他是我丈夫，沈墨。陆云里，你是在故意气我吗？你宁愿嫁给这么一个泥腿子，也不愿跟我回侯府。将军，嫁给谁是我自己的事，这与你已经没有关系了。没有关系，陆云里没有我，你以为你能在这里安稳度日？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当年赏你的。我如今能安稳度日，靠的是我自己的双手，靠的是我丈夫的勤劳，与你霍大将军没有半点关系。周围的亲兵和村民都惊呆了，大概谁也想不到，我这个看起来柔弱的村妇，敢当面顶撞权倾朝野的定北侯。霍征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他气得说不出话来。阿丽，一直沉默的沈墨开口了，他挡在了我的身前，正面迎上霍征那几乎要杀人的目光。阿丽现在是我的妻子，不管她过去是谁，现在她是我沈墨要护着的人。他说到这里，眼神变得锐利起来。我站在他身后，看着他宽厚坚实的背影，所有的恐惧和愤怒都奇迹般的平息了下去。霍征死死地盯着沈墨，眼神像是要将他凌迟。一个他可以随意生杀予夺的蝼蚁，竟敢站在他面前宣示着主权，这对霍征来说是比战败还要巨大的羞辱。你拿什么护他？拿你这身蛮力，还是这身补丁？他掏出一袋金子，扔在沈墨脚下。这些够你这种人活10辈子了。拿着钱滚，把它还给我。他的姿态高高在上，仿佛在买一件商品。我紧张地抓住了沈墨的衣角，我怕他会动摇。沈墨却连看都没看地上的金子一眼，他只是平静地看着霍征，缓缓地摇了摇头。侯爷，阿丽不是东西，不能买卖。她是我的妻子。简简单单的2句话，却掷地有声。霍征的瞳孔猛地一缩。你找死！住手！你若伤他，我绝不独活。霍征看着我护着另一个男人的样子，眼中的怒火渐渐被一种更复杂的情绪所取代。那里面有震惊，有受伤，还有一丝茫然。在他眼里，我永远是那个在将军府里对他百依百顺、逆来顺受的陆云离。他不知道，被他亲手抛弃后，我已经学会了如何为自己而战。僵持了许久，霍征终于缓缓地放下了手。陆云离，你会后悔的。说完，带着他的人马绝尘而去。我紧绷的身体猛地一软，沈墨及时地扶住了我。阿丽，没事了。我靠在他坚实的胸膛上，听着他沉稳有力的心跳，点了点头。我知道事情远没有结束，以霍征的性格，他绝不会就此罢休。霍征的报复来得比我想象中更快，也更阴损。他没有再亲自露面，但他的人却无处不在。
我们去镇上卖菜，所有的菜贩子都像躲瘟神一样躲着我们。我们辛苦种的菜烂在了地里。沈墨想去山里打猎，却发现整座后山都被侯府的亲兵给封了，我们的生计被彻底断了。不仅如此，村子里的人也开始渐渐疏远我们。之前还跟我们有说有笑的邻里，现在见了面都绕道走。村长几次三番的找上门，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希望我们能离开下西村，不要连累大家。那天晚上，我们相对无言的吃着饭，饭桌上只有一小碟咸菜和2个硬邦邦的窝头，家里的米快要见底了。阿丽，对不起，是我没用。这不怪你，是我连累了你。从我娶你的那天起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没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。我们离开这里吧，去一个他找不到的地方。天大地大，总有我们一处容身之所。沈墨沉默了，我知道他在顾虑什么。这里是他生活了10几年的地方，有他亲手盖的房子，亲手开垦的田地，但他很快下定了决心。我们决定连夜就走，简单的收拾了一些细软和干粮，趁着夜色，我们离开了那间承载了我们短暂幸福的小木屋。然而我们刚走到村口，就被一队人马拦住了，为首的是霍征的亲信张副将。侯爷有请。我们被带到了镇上最大的一家客栈，整个客栈都被包了下来，守卫森严。霍征就坐在2楼的雅间里，自顾自地喝着茶。他放下茶杯，目光终于落在我身上。我有没有说过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哪里也去不了？霍征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们已经和离了，为什么非要揪着我不放？因为你是我的人，不管有没有那张和离书，你陆云离，生是我霍征的人，死是我霍征的鬼，这一点永远不会变。我气得说不出话来，这个男人简直不可理喻。阿离现在是我的妻子，您这样强行拆散我们是违法的。在这个地界，我霍征就是法。乡巴佬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拿着钱滚，否则我不介意让你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会离开阿离。很好，张副将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，打到他肯签下这份休书为止。霍征从袖子里拿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休书，扔在桌上。不，你们不准动他，放开他！你这个疯子，你不是人！霍征充耳不闻，他端起茶杯，轻轻地吹了吹上面的热气，仿佛院子里即将发生的只是一场无关紧要的戏剧。粗重的木棍狠狠地落在了沈墨的背上，血很快就渗透了他粗布的衣衫，他却没有求饶。别打了，求求你别打了，我跟你回去还不行吗？你放了他，你放了他！霍征终于有了反应，他抬起手示意行刑的士兵停下，然后走到我面前，用手帕轻轻地擦去我脸上的泪水。阿离，你记住，你是我的。我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，心中涌起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和恶心。我跟你走，但你必须答应我，放他走，并且永不许再伤害他。你倒是很在乎他。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酸意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他让张副将拿来纸笔，我颤抖着手，在那份宣告我和沈墨婚姻无效的文书上按下了手印。我看着他们把几乎昏厥过去的沈墨抬上了一辆马车，连同那一袋金子一起送走。马车消失在夜色中，我的世界也彻底变成了一片黑暗。我被霍征带回了京城，不是那座我曾经生活了6年的将军府，而是一座全新的、更加奢华也更加气派的府邸。门口的牌匾上龙飞凤舞地写着2个大字：定北侯府。这里比将军府更大更冷，像一座用金银珠宝堆砌而成的华丽的坟墓。我被软禁在这座坟墓里，成了霍征名副其实的金丝雀。他给了我极致的荣华富贵，最实心的锦缎，最珍贵的珠宝，像流水一样送到我的院子里。山珍海味，燕窝鱼翅，摆满了我面前的餐桌。整个侯府的下人见了我，都要恭恭敬敬地喊一声夫人。可我知道，我不是夫人，我只是一个被他强行掠夺回来的战利品。他每天都会来看我，有时候是陪我吃饭，有时候只是静静地坐在我对面看着我。他的眼神总是带着一种让我窒息的占有欲。阿离，你看这里多好，这才是你应该过的生活。你生来就该是枝头的凤凰，而不是乡野的麻雀。我一言不发，他以为他给了我全世界，可他不知道，我宁愿在乡野间自由地飞翔，也不愿在这金丝笼里被折断翅膀。他
他开始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，他会因为我吃饭时走了神而大发雷霆，会因为我没有对他露出笑脸而捏住我的下巴，逼我看着他。你就这么恨我吗？恨需要力气，而你已经不值得我再为你花费任何力气了。他的身体猛地一僵，眼中的怒火瞬间被痛苦所取代。他大概是想从我这里得到爱或者恨，哪怕是怨怼也好，唯独不想要的是这种平静的无视。日子就在这种压抑和绝望中一天天过去，我变得越来越沉默，也越来越瘦。府里的郎中换了一个又一个，都说我这是心病，药石无医。霍征开始变得焦躁，他不再对我发脾气，而是想尽了各种办法来讨好我。他会亲自下厨，做我以前最喜欢吃的桂花糕，虽然味道一塌糊涂，他会放下所有的公务，陪我在花园里坐一个下午，给我讲他在北疆打仗的故事。他甚至花重金从西域寻来一只会说话的鹦鹉，只为博我一笑。可我再也笑不出来了，我的心已经跟着沈墨一起死了。直到那天，一个女人的到来打破了这死水般的平静。当朝最受宠的公主，长宁公主。你就是那个让霍征神魂颠倒的商家之女。他用马鞭指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不屑和敌意。我没有理他。霍征是本宫看上的男人，他的侯爵夫人也只能是我。他大概是把我当成了争风吃醋的后宅女人。我看着他，突然觉得有些可笑。公主若喜欢，拿去便是，不必来我这里耀武扬威。长宁公主愣住了，大概是没想到我会是这种反应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我对你的男人没有半分兴趣。你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，不如想想怎么把他从我这里名正言顺的带走。长宁公主的眼睛瞬间亮了，她是个聪明的女人，立刻就明白了我的意思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3日内本宫定让你离开。说完，她便风风火火地走了。我看着她的背影，心中终于燃起了一丝微弱的希望。长宁公主的动作很快，第二天霍征就拿到了皇帝赐婚的圣旨。他冲进我的房间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。是你？是不是你对公主说了什么？正是。我的回答像一把刀，狠狠地插进了他的心脏。陆云离，我到底哪里对你不好？你要这么对我？我把最好的都给了你，你为什么就是看不到？我看着他，冷笑一声。霍征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你给我的从来都不是我想要的。霍征彻底呆住了，他愣愣地看着我，眼中充满了茫然和无措。不是你想要的。他失魂落魄地重复着这句话，踉踉跄跄地离开了我的房间。那背影竟有几分萧索和狼狈。霍征最终还是接了皇上的赐婚圣旨，他别无选择。大婚前一天，他来找我，他憔悴了很多。阿离，明天我就要娶公主了。恭喜侯爷。我语气平淡的回应，他自嘲地笑了笑。你是不是很高兴？是。我毫不掩饰地回答，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痛苦。我放你走。他闭上眼睛，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说出这句话。我会给你一笔钱，足够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你想去哪里都可以，我不会再找你。只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忘了那个农夫，从今往后不许再见他。这世上再也没有沈墨这个人。我的心猛地一沉。你把他怎么了？我没杀他，我只是把他送到了一个你永远也找不到的地方。霍征，你不是答应过我不会再伤害他吗？我是没有伤害他，他现在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娶妻生子，过得很好。你若再去打扰他，你才是真的害了他。我看着他，分不清他话里的真假，但我知道我没得选择。我答应你，我永不与他相见。我终于离开了那座华丽的牢笼。霍征给了我一张数额巨大的银票，还派了2个丫鬟和几个护卫照顾我。我知道这名为照顾，实为监视。他还是不信我。我没有回下西村，我选择了一个离京城最远的、最偏僻的江南小镇住了下来。我用霍征给的钱买了一座小小的宅院，带着2个丫鬟过起了深居简出的生活。我每天抄经画画，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。可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沈墨的脸总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他憨厚的笑容，他温暖的手掌，他为我挡在身前的背影，心还是会一阵阵的抽痛。霍征说他已经娶妻生子，过得很好，我该为他高兴的。可为什么眼泪还是会不争气地流下来？一晃3年过去，心口的伤虽然没有愈合，但似乎也不再那么痛了。
我渐渐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，也渐渐接受了这辈子大概就要这样孤独终老了。我开始走出宅院，在小镇上开了家小小的绣坊。我的绣工本就是跟京城最好的绣娘学的，很快就在小镇上出了名，生意越来越好。我每天忙忙碌碌，倒也没有太多时间去伤春悲秋，只是偶尔在看到街上成双入对的夫妻时，心里还是会泛起一丝苦涩。我以为我的生活就会这样平静地继续下去，直到那天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我的绣坊门口，是张副将。他看起来比几年前沧桑了很多，脸上带着一丝疲惫和哀求。侯爷他快不行了。我跟着张副将再次回到了那座让我压抑了许久的京城。并北侯府依旧是那么气派恢宏，却处处透着一股衰败和冷清。我被带到了霍征的卧房，浓重的药味扑面而来，让我几乎喘不过气。床上躺着一个瘦骨嶙峋的男人，如果不是那依稀可见的轮廓，我几乎认不出他就是当年那个不可一世的霍征。长宁公主不在，张副将告诉我，3年前霍征在一次与长宁公主的争吵中，一怒之下主动请缨再次出征北疆。那场仗打得极其惨烈，他虽然胜了，却也身受重伤，落下了一身的病根。回到京城后，他的身体便一日不如一日。长宁公主起初还悉心照料，可日子久了，便也厌了倦了，整日留在宫里，不愿再回侯府。偌大的侯府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，在病痛中慢慢耗尽生命。侯爷他总是在昏迷中喊着您的名字。我走到床边，静静地看着他，他睡得很不安稳，眉头紧锁，嘴里含糊不清地念叨着什么。火俯下身仔细去听。阿离，别走，我错了。眼泪毫无预兆地落了下来，我不知道这眼泪是为他，还是为我自己，还是为我们那段再也回不去的过往。我伸出手，轻轻地握住了他那只瘦得只剩下骨头的手。霍征，我来了。我的到来似乎给了霍征一丝求生的意志，他的精神好了很多，能喝下小半碗粥，也能靠在床头跟我说几句话了。他遣散了屋里所有的下人，只留下我一个。阿离，再陪我一会儿，好不好？我点了点头。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待着，谁也没有说话，气氛却不再像以前那样剑拔弩张。窗外的阳光照了进来，暖洋洋的。对不起，阿离，我当初不该那么对你，不该抢走你的幸福。沈墨，他还好吗？我终于问出了那个在我心底埋藏了多年的问题。霍征的身体猛地一僵，他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痛苦和愧疚。他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却猛地咳嗽起来，一口鲜血染红了胸前的被褥。侯爷！张副将和郎中冲了进来，屋子里顿时乱成一团。我被挤到了一边，愣愣地看着那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男人。直觉告诉我，关于沈墨，霍征一定对我撒了谎。霍征最终还是没有撑过去，他是在一个深夜里安安静静地走的。临走前，他拉着我的手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对我说了一句话：去找他。说完，他咽下最后一口气。他的葬礼般的风光无限，皇上亲临吊唁，长宁公主哭得梨花带雨，仿佛一个痛失挚爱的未亡人。我站在角落里，像一个局外人，看着这场盛大的告别。一切结束后，张副将找到了我，交给我一封信，是霍征的亲笔信。信上没有太多的话，只有一个地址和一个名字：流放地宁古塔。沈墨。我的脑子嗡的一声，宁古塔，那个传说中极北的苦寒之地，十去九不回的人间地狱。霍征竟然把沈墨流放到了那里，他当年根本就没有放过他。一股滔天的恨意瞬间淹没了我，可随即无边的恐惧和绝望又将我紧紧包裹。已经过去快4年了，在那样的苦寒之地，一个被废了武功、身受重伤的男人，他还活着吗？我不敢想下去，我疯了一样，不顾所有人的阻拦，当即就备了马车，一路向北踏上了去往宁古塔的路。沈墨，你一定要等我，你一定要活着等我。去往宁古塔的路比我想象中还要艰难，风霜雨雪，长途跋涉，我病倒了好几次，却都咬着牙挺了过来。我只有一个信念，找到他，带他回家。终于在将近3个月后，我到达了那个传说中的人间地狱。这里比我想象的还要荒凉，还要寒冷，到处都是灰败的颜色，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绝望的气息。我拿着霍征的令牌找到了这里的守将，守将一看到令牌，立刻变得恭恭敬敬。夫人要找什么人？我报出了沈墨的名字。是有这么个人，当初送来的时候就只剩半条命了，我们都以为他活不过1个冬天。那他现在……说也奇怪，他竟然熬过来了，不过人也废了。
一条腿瘸了，一只眼睛也瞎了。现在就在城西的罪人营里干些杂活。我跌跌撞撞地跟着守将来到了所谓的罪人营，那是一排排破败不堪的地熏子，一群群衣衫褴褛、面容麻木的犯人，正在寒风中做着繁重的苦役。我的目光疯狂地在人群中搜寻着，终于我看到了他，一个瘦削的、佝偻着背的身影，正在吃力地劈着柴。他的左腿明显的使不上力，他的脸上有一道狰狞的伤疤，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。我再也控制不住，嘶喊着他的名字，向他跑了过去。那个声音猛地一叫，他缓缓地转过身，眼中露出难以置信的光芒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他伸出那双布满冻疮和伤痕的手，轻轻地回抱住了我。阿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带你回家。沈墨，我们回家。他没有问我为什么会找到这里，也没有问霍正，他只是看着我，一遍又一遍地擦去我脸上的泪水。好，我们回家。我用霍正留下的钱财和权力，为沈墨消了罪疾，治好了他身上的伤。他的腿虽然还是有些跛，但已经不影响走路了。他的眼睛却再也看不见了，但我不在乎。我重开了我的绣坊，他便每天坐在绣坊门口，安安静静地为我削木头。镇上的人都说那个男人配不上那么好的老板娘，我听了只是笑笑。这个男人或许残缺，但他却给了我一个完整的世界。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我坐在廊下绣花，他坐在我身边安静的雕刻。他突然开口：阿离，我今天好像看到一点光了。真的吗？沈墨，你真的能看到了？他笑着将我拥入怀中，阳光透过院子里的葡萄藤斑驳地洒在我们身上，温暖而静好。我终于找回了我真正想要的，这一次是永远。